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码电竞。MSI 国际赛事即将开打，很多国内观众都对本届 MSI 比赛充满期待。毕竟本届 LPL 联赛的2支参赛战队里面都是没有韩援，可以说本届 MSI 就是 LPL 全华班战队的正名之战。MSI 季中冠军赛在昨天的入围赛胜者组较量中，TES 是以2-1的比分有惊无险地拿下了 FNC， 顺利晋级正赛。但 TES 的整体发挥却是令人失望，中野状态不佳，成为观众们热议的焦点。赛后采访 Mako 也出现了信心不足的情况。昨天对阵 FNC 的比赛中 Humanoid 是连续2局掏出了自己的招牌英雄妖姬，结果给 TES 制造了相当大的麻烦。在第1局比赛中 Humanoid 是妖姬完成了2次对 Cream 小奶油的对位单杀，好在 TES 优势足够大，顺利拿下比赛。本场 BO3 中 TES 的下路组合几乎是把穿线的一个状态，成为 TES 的获胜功臣。第1局比赛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 Humanoid 妖姬，他的连招精准到位，细节 W 进场 Q 破盾完成对小奶油的单杀，还有前期的一波单杀是成功，E到小奶油后闪现跟2段链子完成单杀，2波操作都非常精彩。第2局比赛 TES 的 BP 出现问题，没有选择针对妖姬这个点，结果 Humanoid 继续高能发挥，这一局小天宛如无头苍蝇一般乱带节奏， TES 上中野0-9被对手直接带走。最终决胜局 TES 终于是开始针对 Humanoid， 但开局阶段小奶油小炮还是出现失误， W 被打断后丢掉一血，管泽员都看不下去了，直呼这波失误太大。决胜局小奶油开局巨大失误的情况下，后续终于是完成了对 Humanoid 的一波复仇单杀， TES 下路依然是轻松打出优势后帮助队伍拿下比赛。但即使是获胜对局，小天大树的发挥都算不上好，最后 MVP 竟然是给到了小奶油。这里很多观众认为最后一局的 MVP 就应该给到 JKL， 下路的那一波1穿3才是赢下比赛的关键，小奶油如果没有那个开局失误，后面的表现才是值得拿 MVP 的。比赛结束之后 Mako 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被问到本次 MSI 的目标是什么， Mako 回答是先进个4强。能看得出来 Mako 现阶段的信心是不足的，队友状态差他看在眼里。如果 TES 成为一支纯靠下路的队伍来说，想进4强难度都很大，毕竟欧洲那边还有一个 G2， 北美冠军队伍也是不可小觑，进入正赛一旦翻车就有可能提前出局。369这边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主持人也说外界现在认为 TES 是中韩最弱的队伍，369则表示并不这样认为，还需要看后续的成绩。个人认为 TES 今年 MSI 的成绩来说，能进4强已经算成功了，因为在 MSI 开始之前，观众们普遍认为 TES 的实力达不到 BLG、GEN 和 T1 的水平，大概率就是个第4名的位置。如果说 G2 状态好的话， TES 有可能都进不去前4。另外 LCK 赛区的知名解说们就在官方节目当中公开透露出本届 LPL 全华班战队的实力缺陷不足等问题，尤其是在分析 TES 战队的时候，更是直接坦言 TES 战队是最有可能会被提前淘汰的战队，因为 TES 战队的队内短板缺陷过于明显，综合实力是 LPL 和 LCK 的4支强队里面最弱的存在。LCK 的解说们也是谈论起 TES 战队实力不足进入1等行列的原因，那就是如今的 TES 战队的打野选手小天的比赛状态太差。LCK 解说认为打野小天在常规赛和季后赛前半段发挥都非常出色，但是小天只要一进入决赛和世界赛，小天就开始犯病，并且 LCK 解说也是坦言小天这种坏毛病是心态问题，小天很难把这种坏习惯改正，所以LCK 解说们一致认为，只要前期稍微针对一下小天，那么打野小天就会在一整局的游戏当中隐身甚至送人头。从入围赛的表现来看，这个赛前的预判确实看起来是挺有道理的。主要原因是 Cream 第一次参加世界赛，一开始就发挥不好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容易被韩国中单拿捏。然后就是小天从 LPL 春季赛中段到季后赛决赛结束，整体的状态就一直不好。小天的状态下滑，看起来不像是因为版本改动而下滑，
更像是他个人实力的下滑。打了这么多年了，小天也确实有可能出现不可逆的实力下滑。过去他浪费了很多次的机会，拿了大量的亚军，现在在参加世界赛，能打好的概率确实是比较低的。而在中野状态都不好且不容易调整，再加上队内 JKL 有时候表现也不稳定的情况下， TES 本次 MSI 之旅看起来是比较危险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觉得 TES 这次 MSI 之旅会拿第几名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